有一种昆虫发起疯来，连自己女儿的卵都吃，而这一切只是为了控制女儿，让她终生都给自己当奴隶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兰花蜂这种蜂好像和别的蜜蜂不一样，它们身上那闪闪发光、具有金属光泽的炫酷外壳就吸引了不少人的喜爱。兰花蜂是一种属于蜜蜂亚科的蜂，主要分布在中南美洲地区。除了绚丽的外壳以外，兰花蜂还有很长的舌，这种舌头可以帮助它们从管状花中吸取花蜜。更绝的是，一些蜂后它们会将花蜜反刍，然后抹在自己满满都是花粉的爪子上，通过摩擦形成一种高能量的食物，不仅能用于自己享用，也可以存储于自己的后脚储蓄袋子里带走。兰花蜂的配偶方式有点像闻香识女人。雄性兰花蜂会从花朵、树木、真菌等多种来源收集各种香味物质，调配自己的香水，而且不同的雄蜂自己配的香水也不一样。对此，来自德国和美国的科学家进行了验证。事后，他们还发现，那些香味更加复杂的雄蜂会更吸引其他雌性兰花蜂的欢心。除了讨取雌性兰花蜂的欢心以外，这些花香味还是一种能够帮助它们识别其他雄性兰花蜂的标志。说白了，这也是一种身份证的含义。这些兰花蜂不像其他的蜂搞统治，它们比较倡导平等恋爱。兰花蜂通常是独居的，它们是自己的女王，自己照顾孩子。平时雌蜂采集食物，将食物做成蜂胶并筑巢。蜂巢有5到20个蜂式小隔间，每个隔间中产下一个卵。当然也有例外，一些兰花蜂共同生活在一起，并排筑巢。虽然这些兰花蜂会组成大家庭，但没有女王，大家地位平等，各自抚养自己的孩子，和我们人类邻居并无二异。兰花蜂可以说是老奸巨猾，会利用自己的孩子来为自己铺平退休道路。它会找一个合适的巢，并且将食物和卵放在一起，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就能享受美食，并且能够健康成长。当然，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听话一点，他们还能选择自己孩子的性别，让他们都是雌性。等自己大女儿出生后，这个恶毒母亲就会等自己孩子飞出去交配，然后将她的卵产在自己的家里。之后，每次等这个大女儿飞出去觅食，这个恶毒母亲就会偷偷把大女儿的孩子吃掉，并且用自己的卵来代替她。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能够让这些卵都变成自己的孩子，以增高孩子对自己的忠诚性，就算是隔着一代也不行。而这些孩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会成为这个奶奶的奴隶，实在是老奸巨猾。从某种程度上看，这不也是人类生活中常见的豪门夺取权力的浓缩版吗？有的大女儿比较幸运，她及时发现了自己孩子的不对劲儿，便暂停外出，守在家里陪伴他们。而妈妈迫不得已，只能被逼着飞出去觅食。恶人有恶报，这恶毒妈妈在外出觅食的时候被鸟吃掉了。但是，并不是所有的兰花蜂都这么幸运，而且这个大女儿可能也会走和她妈妈一样的老路，实在是让人唏嘘。在蚂蚁王国中，也有一种勤劳不亚于蜜蜂的存在——切叶蚁。它甚至能搬动比体重还要重50倍的物体。这种蚂蚁是要靠食用真菌为食，它们靠真菌来获取食物，先让真菌消化植物，冲破植物的细胞壁，再以真菌为食，摄取其中的氮和蛋白质。所以在一些人看来，真菌就像是被切叶蚁利用了，但并不是这样的，它们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合作搭档。真菌有一个特殊器官，被称为结节丝。结节丝内含有脂肪和蛋白质，切叶蚁通过食用结节丝而获得脂肪和蛋白质。通常情况下，真菌需要释放酶来帮助分解植物并吸收营养，但是与切叶蚁合作后，真菌只需将酶转移到结节丝中。当切叶蚁吃掉结节丝后，它们也同时将其中的酶吃掉了。关键的正是这点，切叶蚁是无法消化这些酶的，酶最终会被切叶蚁排出体外并保持活性，而这些酶通常就被排泄在切叶蚁带回来的叶片上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循环。真菌用酶消化叶片，切叶蚁吃掉真菌排泄出酶，酶又消化叶片为真菌供应营养，如此往复。不管是植物还是昆虫，这些我们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，在自然母亲的操作下，都成为了生命共同体。和别的蚂蚁一样，切叶蚁的力量很大，它可以搬得动远大于自己体重的物体。叶子或许在人类眼中只是举足轻重的东西罢了，
但是对于小小的蚂蚁来说，对方的重量差异可达自己的50倍。如果仔细观察它们的话，就会发现切叶蚁并不是在拖着这些叶子行走，而是在叼着叶子并举起来。这样的状态就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用自己的嘴举起一辆车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大力王了。更不要说当遇到了坏天气迫使它们离开的时候，还有一些耍小聪明的蚂蚁会搭顺风车，直接爬上叶子，让那些苦力载着它们回去。也不得不说，这些苦力劳工的力气也是真的大。一些生物学家还发现，切叶蚁的巢内部也是井然有序的，拥有十分特殊的社会结构，甚至可以与人类社会的分工相提并论。它们一个完整的切叶蚁家族能够容纳几百万个家庭成员，而且每一个切叶蚁都有任务分配，并且根据体型大小来扮演不同的角色。但是，正是这样一个辛勤的蚂蚁团，却对人类生活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。最新的研究发现，这些小家伙们竟然还制造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一氧化二氮。这么说还是有点冤枉了他们，这都是他们太爱干净间接造成的。原来这是因为切叶蚁不会随地乱扔垃圾，而是会放到专门的垃圾场区，包括死去的真菌、腐烂的树叶以及死去蚂蚁的残骸。而这些在远离蚁群的垃圾堆场中形成了有机物的堆肥，为复杂的化学反应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生产出的碳和氮在堆肥中相互作用，最终产生了数量极为惊人的一氧化二氮。不得不说，这波切叶蚁实在是有点委屈。不过，这也充分说明，人与自然其实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如果有一个环节出问题了，那么其他部分也会同样面临连锁反应。不要小看昆虫世界，其中的复杂程度以及奥妙程度也并不亚于动物世界以及人类世界，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